申万我不得不承认，与凤行的期待值如果设高了，真不是好事。摩托姐姐的战斗力如果低估了，也同样不是好事。这段时间要说最火开机的影视剧中，网友关注最多的作品就是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与凤行》了。这部作品不仅有原著作者九路飞香担任编剧，而且还有大女主沈黎的饰演者赵丽颖担任监制。到目前为止，剧中配角从颜值新人到实力戏骨一应俱全，人强马壮。通过代拍路透，不少人都感觉很香，而且大量流出的定妆照，不少人的意见都无法统一。因为造型师陈同勋的作品有《妖猫传》《长相思》等，一度的口碑都还不错。结果，这部由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古装剧《与凤行》已经在前段时间盛大开机了，但是官方还没有正式发布定妆照，这便是最大的热点和卖点了。因为该剧是腾讯又一部大 IP， 是赵丽颖和林更新继《楚乔传》之后的二搭，所以呢，粉丝似乎更担心林更新的状态。结果，大家在看到他的近照后，大家的注意力却转移了，那就是因为前几天赵丽颖的蓝红造型出街了，随之而来的争议也比较大了。一方面粉丝觉得配色还不错，另一方面又总感觉没啥新意啥的，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呢？申万我老实说，男女主的造型真的是挺登对般配的，但这种登对般配必须加上省略号才行，因为男主林更新的第一套造型终于路透出来了，结果引发的争议甚至多过赵丽颖的一套。出街的图片有点模糊，但是呢，能看到有高发冠和坎肩的套路元素，配色主要为白色。林更新的身材因这白色的确显瘦了，干净清爽的感觉加分不少。当然了，实际情况未知，不过他那本来1.86米的身高，额外加这种高发冠，或会让站在旁边的赵丽颖有些吃亏，让人有点不太理解。而且坎肩的元素也没必要重叠，因为林更新的油脂肩膀已经够宽了。造型通常应该根据演员的特点扬长避短，因地制宜，结果感觉1.86米的林更新搭配上这种高发冠，直冲2米，跟着呢白色也有点看腻了。现在很多的仙侠剧大部分都是白色为主，让观众们吐槽是丧葬风，这种用词很损，却又折射出不少人的求新求变的吃瓜心理。新意配新剧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无论横向对比还是纵向对比，这期的造型甚至不如赵丽颖、林更新以前的古装造型那么对比强烈，那么让人印象深刻。话说陈同勋真的好喜欢坎肩元素，他之前参与的《长相思》《与君初相识》等多剧，都要给主演们来一点坎肩。至于申万，我个人之前早就提到了，我并不抗拒这个元素，只是到了《与凤行》这里，男主女主全都加坎肩的话，有些人就呈现出效果重叠的感觉了。喜欢一种元素，也不能啥剧都套用，有些人需要取长补短，有些人需要扬长避短，美学不是一把通用的标尺。这部剧的造型师如果只有陈同勋的话，让人难免会暗自捏了一把汗的，因为熟悉本频道的人肯定都知道申万我指代的是谁。两位主演的状态身材都需要不同的版本才行，搭配的设计也要看胖瘦而定。简单画一的造型，就难怪粉丝们会吐槽声一片了。林更新身材好的时候，那个宇文玥更显仙气一些。问题是，现在的林更新已经今非昔比，仙气飘飘的设计，或会让轻飘的仙气染上不多不少的一些油脂出来。造型师如果偷懒不创新，导演和制片人如果严格把关一下，原本属于视觉的大赏，就会引发出更多边边角角无相关的问题出来了。看看以前的古装剧，好歹都是百花齐放，有赞有弹，而现在的古装剧，观众只会觉得审美疲劳，无力吐槽了，这不是好事。如果仙侠剧盛行素色丧葬风，批发的纱裙就会大行其道，省事太多。有那么好的布料，只要用心，经费加料，完全可以做出高级的服化道，比如敦煌风格的长月烬明。有意思的是，不少人都会忽略一点，那就是明明与凤行官方还没有官宣这些定妆，结果吃瓜的平头品族就已经铺天盖地了。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这又代表着几个意思呢？背后难道有大旗吗？官方真的默许吗？总之，尽管与凤行开机之后，
官方发布了刚需的抵制代拍的倡议书，结果呢，仍然无法阻止剧组代拍这一乱象的横生。而且赵丽颖还是明晃晃的受害者来的，因为尽管官方还未正式发布全阵容主演定妆照，但代拍已经完美爆出了多组赵丽颖饰演的碧苍王沈黎的角色造型路透。既然如此，抢先欣赏一波赵丽颖在这部作品中的造型和状态，倒是极大满足了吃瓜的好奇心。众所周知，回马古偶的赵丽颖入圈以来，就出演过不少女主作品，从《花千骨》到《追鱼传奇》再到《知否》，都让人印象深刻。而与《凤行》中的女主沈黎一角和她以往塑造的角色都有很大不同。这个人设格外霸气，是衔着上古神物碧海苍珠而生的凤凰，还是魔界鼎鼎有名的女王爷？结果呢？路透图中，赵丽颖饰演的沈黎穿着一身面料略显硬挺的宝蓝色收腰劲装，两边翘起来的垫肩和身后随风飞扬的斗篷格外抢眼，明晃晃就是仙侠作品中比较经典标配的省钱扮相来的。当然了，手上的红色扇子和红色的丝带装饰更是整套造型的点睛之笔，颇有闲庭信步、游刃有余的感觉。另外，收腰效果明显的腰带装饰，让赵丽颖本就盈盈一握的腰肢更加纤细，手腕上略显繁复的银饰颇有异于少女的惊艳感，让观众不禁想到她在《青云志》中饰演的碧瑶一角。同样一身蓝衣，同样古灵精怪，只是两个角色定位不同。其实单从服装造型看，碧苍王沈黎的扮相还是不错的，只是比起华丽的服饰而言，她在剧中的发型极为简约。一眼看去，甚至有种服装和发型格格不入的错觉。毕竟服装都下了大功夫，头发上最起码也要来点发冠和流苏吧。不过呢，路透图中赵丽颖的颜值状态让人极为惊艳，穿上古装面无表情的样子，颇有霸气战神的气质。赵丽颖的状态和颜值真的是巅峰重现，让人放心。莞尔一笑，如同冰雪消融，甜到观众心里，还带着些许少女的青涩，让人看了简直挪不开眼。因为《与凤行》这部作品是赵丽颖首次担任监制，也算是这部剧的半个老板，对于造型和服装都一定的干涉权，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也大致反映了赵丽颖本人的审美风格。这身蓝衣飘飘的路透造型，有人欣赏，就有人诋毁。负面评价里最多的一句是：某人的审美真是和他的颜值一样土气呢。说实话，单从造型看来，《与凤行》中沈黎的造型确实不如《知否》中明兰的造型精致，没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只是呢，作品题材不同，所以角色造型自然不尽相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起码《与凤行》的赵丽颖的蓝色造型，在一些人的眼中还是可以接受的，还是比较养眼的。如果造型师能够听取网友的意见，优化一下角色发型，或许更好了。有时候色调养眼，人物就容易入戏；色调强烈，剧情就容易开裂。询问我的这点心得，不知道您赞同不？所以这次《与凤行》路透曝光，有人坚持说赵丽颖身穿蓝衣好养眼，有些人则一路吐槽整体的审美。话说赵丽颖本就是鬼聪明一枚，着眼剧情冲突，还是着眼人物语言，她肯定有自己的算盘。不过呢，正如新万我刚刚提到的代拍难题，似乎赵丽颖的困扰无人能解。早在去年年底，也就是2021年12月23日，多个剧组就已经发布声明抵制这种代拍了，称代拍偷拍发布剧组非公开的内容，严重扰乱了现场秩序。结果半年后，情况翻倍恶化。首先，所谓代拍可理解为带粉丝拍摄明星一些活动拍摄，粉丝无法到场又希望获得照片，就由代拍者代为拍摄。也就是说，代拍可以理解为带粉丝拍摄，是明星的一些路演活动公开拍摄中，粉丝无法到场又希望获得照片，就由代拍出马了。某位从事过代拍行业的某先生曾经介绍说，代拍需要会躲藏能抢拍的能力，还得有一定的拍摄技巧。我们做的是粉丝生意，拍得难看赚不到钱。现在在一些网络交易平台上，偶尔还能看到代拍的销售信息，但某先生和同行们一般活跃在 QQ 群、微信群，直接与头牌大粉们接触，所以呢，叫价不错。一般的机场代拍200元就能买100张以上，综艺节目路透照则要涨到500元，而片场代拍价格则更高，
甚至有传言有艺人的路透照卖出了上万的价格，比如王一博的。让人烧脑的是，代拍还能包天计算，也就是说，指定跟随某个艺人一天，保障拍摄数量，价格随艺人走红程度而定。据介绍，包天之外，圈内还出现包剧的概念，也就是说，指定跟拍一部剧集全程，甚至还能定制。曾有 CP 粉开出数千元的价格，指定要求拍摄2位艺人戏外互动的照片。说到这，您现在终于明白了赵丽颖代拍满天飞的加码和实情了吧？代拍的价格与拍摄难度基本上成正比，需要潜伏制片厂的代拍价格一般最高。拍摄完成后，代拍者会将照片打码后发布到群里作为样品。说是打码，其实就是在照片背景上随意划拉几道线条。艺人的脸造型肯定不会打码，因为粉丝买的就是偶像美照，样品得让他们看清楚。某先生笑称，从来不担心粉丝拿着样品盗图，您猜为什么呢？答案很烧脑，因为他们不会容许照片有一点不完美，哪怕是背景也不能有马赛克。由此可见，饭圈经济水很深，即便清朗到了现在，这潭水却变得更深了。因此，10年如一日受伤的赵丽颖也更受伤了。据吃瓜介绍，代拍的竞争对手是部分艺人的站姐，这些大粉设备很专业，而且用爱发电，拍得特别认真，他们也会卖照片作为补贴。此前，电视剧《一见倾心》就因为站姐们精心拍摄的路透照非常精美，与播出剧集形成巨大反差，甚至网上有人称其为诈片。这水平真的让不少吃瓜人既想不到也开心笑。当然了，饭圈经济乱象永远都是屡禁不止的，明星代拍围堵导致航班延误的怪象也是司空见惯。综艺节目尚未播出，代拍就先将剧照流出，爬到山上就为第一时间拍下山中剧组的照片，等等等等。熟悉有匪、熟悉云匪的人，应该都很熟悉Shin Wan我提到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想象力和实践力。近些年，从粉丝经济衍生出的代拍业务，因为迎合了部分狂热追星族甚至明星的需求而愈发的野蛮生长。2019年4月20日，上海虹桥机场就发生过了一起因推搡而击碎机场玻璃的离奇事件。因此，代拍和粉丝在机场追星过程中严重影响了公共秩序。有媒体曾经深度披露，不少明星代拍者的收入不菲，按照明星知名度、拍摄距离与清晰度等因素定价，他们拍摄的图片和视频能以数百元至数千元售出。那些大锤小韩啥的，都是这些吃肉喝汤的业界翘楚了，只是苦了那些老老实实、安安分分的清流艺人了。为什么Shin Wan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作为粉丝经济和短视频时代的产物，高昂的利润驱使代拍者们蜂拥而至，明星代拍已经逐渐变成一门畸形的灰色生意。此前，党媒官媒《人民日报》曾大力批评这种野蛮生长的代拍业务，其间屡屡出现的无序、失序甚至无视社会规则的行为，严重干扰了社会公共秩序，带来了极其负面的示范效应。有法律界人士介绍说，民法典明确公民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且代拍不属于法律中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合理实施的5类行为。结果呢，代拍的大牛们车照开，图照拍，日子该咋过，受苦都是别人之过。有意思的是，非法的代拍屡禁不止，合法自拍更是遍地开花。比方说，王一博的海量摩托姐姐们就扎堆做了同一个喜大普奔的动作，因为在端午节当天，王一博发布了自己在2022年的第一张主动营业的图片，背景青葱阴郁，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头戴鸭舌帽，揣兜侧身而战，端的一幅好景色。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便发酵了，膨胀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让王一博主动营业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呢，日常粉丝们能够等待的就是宣发博时不时掉落一点王一博的日常，或者王一博自己转发的商务。可在端午节那天，宣发博已经发布了一张王一博坐在钢琴前弹奏的照片，大家本以为这就是端午福利了，谁能想到王一博会有一张这么拽的欲语还休的图片意外出街了呢？话说，相关的话题Shin Wan我已经第一时间碎嘴闲聊了一遍了。有意思的是，这张对于所有粉丝来说意义重大的照片究竟是在哪里
居然会成为了不少粉丝在看到照片的一瞬间就立马形成的头脑风暴了。无数摩托都希望合力找到同款的景色出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去打卡。于是乎，杭州西溪湿地就这么样半天之内就顺利走进了大家的眼前。不少附近的粉丝都纷纷确认该的与王一博所发图片景色的重合度，毫不违和感，直接拉满分。而西溪湿地的官博也是厉害，直接就傲娇转发，并且欢迎大家前去。于是乎，已经确认了地方后，各路粉丝们就开始行动了。在短视频平台上，一群粉丝结伴去往西溪湿地，走上王一博走过的路，踩上王一博他踩过的石板，成了大家打卡拍照的念想，并且他们也为之行动着。有趣的是，因为人流量太大，直接惊动了西溪湿地的官博，官博直接放出了打卡偶像同款照片的定位地点——西溪湿地莲花滩观鸟区，还附上了打卡要注意的一系列事项，可谓用心良苦。那么，这群粉丝究竟有多疯狂呢？反正自从官博认领王一博的所在地之后，一波又一波的粉丝那是没有停过，无一不想与王一博的身影重合起来，感受他所看过的风景，体会他所领略过的人景色。看到这群一波波登上石板的粉丝，不少不能前往杭州的粉丝纷纷喊话，一定要保护好那块石头，我怕那块石头扛不住了，也是笑到了不少网友。其实仔细想想，大家的担忧是对的，毕竟如此大的人流量，那王一博他踩过的石板要是经不住大家的热情，提前回归原始状态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不禁让人生发出一波又一波的感慨出来，那就是粉丝们对于王一博同款的追求程度了。此前大家更多的都是感受王一博穿过的衣服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卖断货，不仅仅是代言商品的畅销，更是同款商品的热卖，能让人完全感受王一博的带货能力，却不能直观地展示王一博粉丝的数量之多。结果来到线下，这群因为王一博而来的粉丝们来到西溪湿地，一波又一波的姑娘们组团打卡景区，站在王一博他踩过的石板上拍下一张张照片，同时傲娇告诉所有人自己是王一博的粉丝。当网上这群粉丝以拍照露脸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打卡之旅，对于所有人而言，更是一种对于王一博影响力、号召力的肯定。日后的王一博也许会因为出现在某一个地方而将那里带火成为另一个打卡地。其实对于粉丝们来说，世间景色都差不多，但因为王一博的出现，那里更加诱人。日后的王一博也许会因为出现在某一个地方而将那里带火成为另一个打卡地。其实对于粉丝们来说，世间景色都差不多，但因为旅游大使王一博的出现，那里就更加诱人了。在视角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看来，拍与被拍，爱与被爱，真的看人。粉丝们的热情和关切，大多数都是正能量的存在。比如萤火虫对于凤行造型的意见，毕竟都是清风十里花香，碧水烟波浩渺，看尽人间繁华，3000浮生若水，半生仗剑天涯，归田携酒伴花，觅得良人相顾，共度夕阳西下。这种无惧风雨的心声与无怨无悔的同行，都是满满的期待。期待王炸姐姐赵丽颖的未来更加的靓丽抢眼，更加的平顺无伤。爱就爱痛快吧，摩托姐姐们。